做过最特别的，有点奇怪的，就是把古代人的头发编成一个辫子，真人的头发编成一个辫子，然后放在别针里。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 我是以棒。很开心今天能够请到我的好朋友 Annie， 旅居英国15年，也是现在安妮风谷物的夫人，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古董，以及她如何进入这个古董怀旧的世界。我们一起来欢迎 Annie，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所以你是怎么样踏入这个古董的世界啊？我心灵住了一个叛逆的老灵魂。为什么是说叛逆？对，因为我很不喜欢跟别人撞衫、撞包，或甚至思想我不喜欢跟人家一样。那这跟古董有什么关系？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最后我发现只有古董的世界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哦，因为古董老东西都不一样，因为它都很 unique。即使一模一样的东西，它也会有不一样的 condition， 就同一个时间做出来，可是其实也会有不同的故事。那因为我知道你就在英国住这么多年，就是有就地之便嘛你可以在欧洲很多地方收古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你都是去哪里找古董，以及在欧洲到底古董的市场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收到比较特别的古董呢？欧洲的民风比较开放，所以对使用二手商品或使用古董比较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比如说我不喜欢别人用过的啦。那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找古董的时候，你会常常在欧洲常常看到古董店，古董店的老板他已经筛选过了，然后他店里面的东西就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品质可能比较好的，但是又很好玩哦，不同的古董店老板他收藏的东西也不一样，因为跟个人喜好有关。对，那这样价钱会不会也比较贵？因为他已经帮你认证过了嘛。对，价格的话会比一般你在市集上看到的价格会再高一点。所以市集代表有古董市集咯。对，古董市集也有分2种，一种是所有的古董卖家去参加的古董市集，就是专门的对 antique 的 market。对，比如说像法国每年都会1年1度的古董市集，他们叫Leo。在里尔那边1年1度，然后全世界各地的古董商人啊、古董买家，大家都会群聚在那边，只有2天。然后也有一般每个夏天，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会有的古董市集。那个古董市集其实应该是叫做 flea market 就是我们很喜欢知道那个跳蚤市场。有一些是古董商人，那有一些是一般平民百姓，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有些什么东西。对，那你想想看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对，以前英国人就是到处搜刮全世界，所以英国的古董，全世界的古董都有。所以他们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在更早的那一辈，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或更早时期，他们就已经有在收集有的没的东西。原来如此。对，在跳蚤市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东西是20年的二手货，有的东西是80年的古董，所以逛大型的古董展，就古董商人的古董展，跟那个跳蚤市场的古董展，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feeling。那你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然后你最有记忆度的是哪一次的古董展？其实每一次古董展对我来讲都是特别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经验，因为你每一次去，即便是同样一个古董商人，他也会有不同的东西。每一次的寻宝之旅都有不一样的经验。我刚刚正想，这个很像是2天1夜的寻宝之旅。对，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古董，就是因为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你收到的东西就都不一样。所以像我们常常听说人家会说那个什么古董镜，真的会飘出阿飘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古董是有故事的，真的有这种灵异的古董吗？我觉得应该是要看每个人吧。有些人真的很相信的，他不会去买镜子。对，他会害怕，他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你有在收古董镜吗？我什么都收，来者不拒。但是有些人是真的会比较害怕，然后他们可能真的会比较希望说，他的东西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是没有被使用过的。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先把你的 mindset， 对不对？你的调整对，你要想象你是一个古代人。对，所以一定要住着老灵魂。那你这样子走访，你自己收过最贵的古董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收过，然后你会转卖吗？
然后你的转卖价值最高的是什么？我们先不说价钱啦，对，因为其实古董的价钱行情不一定。举例，我今天在跳蚤市场对看到一个 A 商品，对，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是第一手，他是拿爷爷奶奶的，他没有成本，对他来讲没有成本，他可能只是想要赶快把它卖掉，所以他给你卖一个很便宜的价钱。对，但是如果你到了古董店，对，比如同样一样的商品，那个是一个老板，他去古董市集，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找来的，然后放在那边陈列的，他整理过，那个价钱又不一样。就有人会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干脆去买那个最便宜的，我就去 flea market 找。对啊，对。但是就像我讲的，因为你每次去就不一样，我去古董展或者是flea market 的经验就是先走一圈，想要的先赶快买。哦，因为你可能回来之后就没有了，会有了。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先看先问一下价钱，然后等一下再回来比价，以后再来，那你可能就会错失良机。我正想问你，请问古董市场是可以杀价的吗？是可以杀价，因为其实要靠经验啊。对，像因为我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大概知道它的价钱落在哪，对，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价钱 OK， 我就忙下手，快很准。你千万不能那个犹豫，或者你想说，哎，我再绕一圈，对，比个价钱，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首先也要对古董有一些认知了，然后再过来，你可能要对人性有点认知，就你要了解你自己，这要看个性。有的人说啊，那我就不要比了，我就盲买。他又看到了，然后他又问啊，价钱比较低，如果是我就再买，就把它 average out， 对，就再买。这个很像股票投资的概念。对。我也听说很多人在收古董，然后转卖。那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买到更高端或者是更有品质保证的古董？在外国有很多那个 auction 拍卖行的商品，就是已经有专业的认证，那他们有认证过了，他们都会有一个号码，对，然后他们会有给你拍卖的时间，会让你在网络上先看商品，对，然后你看完以后，你觉得说，哎，我很想要这样子的商品，所以我们就会再到现场去，再到现场看，然后在现场下标。对，我看你今天手上有带一个是贝壳吗？对，这是贝壳。现在有很多现代商品，它是用开模的，它就可以一次复制很多。那像这种的贝壳，它是真的是海底捞出来的贝壳，然后那个贝壳呢是用老师傅把它雕成人物的图案。为什么会是侧面的仕女图像？对，因为在早期没有照相机，然后所有的皇孙贵族，比如说他们要留纪念，他们就要找画师画图嘛。是。就是画侧面啊，画正面，所以以前我们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漂亮的图案，对。然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概念延伸到各样的饰品、各样的装饰品，所以他们就会有仕女的图案。那你为什么当时会想搜这个？因为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而且它侧面看就跟古瓷一样，除了贝雕之外，还有收过最特别的，有点奇怪的，就是把古代人的头发编成一个辫子，真人的头发编成一个辫子，然后放在别针里，然后那个别针是因为古董嘛，对，就会有人这样贩售，然后我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是头发的？就很怪啊。对，然后说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对，比如说母亲啊，或者是奶奶啊的一个怀念，这也是一段故事。对，原来如此。哎，像你今天带着我看，你今天出门，你真的是一个古人走在台北街头。刺绣包，但是这也没有很老啦，这个大概6070年代的，因为这个没有很老，再早一点的年代，它的尺寸很小，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啊，他们就是一个很小的包，对，侍女戴在手上，然后跳舞的时候她都会挂在手上，所以它不能太大哦，所以因为以前他们不带手机，可能也不需要口红，也不用家钥匙、车钥匙，小小一个包，然后很优雅，心态很重要。收古董的时候要把自己就是回归到那个年代，然后再去品尝。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才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包买回来我从来也不用啊，哎呀，这怎么难用啊？就你如果一直看它的缺点，它会有很多的缺点。是。但如果你看它的优点，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工艺好美，哇，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用这样子的颜色搭配？其实我觉得买古董就收藏古董，就其实跟人生很多相连的部分，因为人生有时候你也要停住，对，你要跳出来，你才可以看到人生这段故事里面的一些盲点。很开心今天能够找到
Annie 跟我们分享这些收古董以及如何欣赏古董的小故事。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谢谢你 ，Annie， 谢谢，拜拜。